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3种天生凤凰命的女人面相。命里藏金，年底越过越有钱。好运是可遇不可求的，不是每一个女性都有着天生好命运，可以衣食无忧的幸福一辈子。有一种女性有着天生让人羡慕的好运，她们被称为凤凰之命。那么属于凤凰之命的女性面相有哪些特征？由我介绍几个典型的特点，看看你是否也在其列。如果你符合其中一项，那要恭喜你有嫁入豪门成贵妇的潜质了。所以凤凰命的女人面相有哪些呢？下面就跟我一起来看看吧。1. 卧蚕饱满。在面相学上来说，一个女人的卧蚕可以看出她的子女运。卧蚕饱满的女人不仅天生是有福气之人，从小就生在衣食不愁的家庭里面，父母也教育得当，自己从小顺风顺水，要啥有啥，没有为生计操过心。这样的女人不仅很有旺夫相，还能在事业上助男人一臂之力。因为从小就聪颖过人，因此为人正直善良，不会胡闹。男人娶了这样的女人也非常的省心，对方体贴懂事，自然能把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所以碰到这样的女人一定要好好珍惜。2. 额头高广。面相学认为，额头表示一个人早年的事业运势和财运。达官贵人的额头往往开阔并且明亮，形状也好，这些表现了祖上丰厚的恩泽，自身先天智力极佳，并且是年轻有为的面相。如果一个女性额头开阔，就算出身不是高门大户，也是衣食无忧。在学生时代聪明学习好，有相当的艺术天赋，而且可以嫁给富贵的老公，而且在结婚之后事业和财运都跟着发达起来。这种女性不仅丈夫有权力地位，自己在事业上也能闯出一番天地。所以说，拥有好的额头为凤凰命的面相之一。3. 下巴肥厚。拥有凤凰之命的女性，无论她的身材多么瘦了，下巴都需要圆润柔和，敦厚饱满。这样的面相乃是福相，代表这位女性性情沉稳，衣食无忧。如果男人娶到了这种太太，她们是最好的贤内助，可以帮助丈夫积累财富，打理好家庭，而且还能孝敬好公公婆婆。而且女人的下巴饱满，晚年生活子孙绕膝，可以过得和和气气。很多女性为了追求美，用整容的方式把下巴做得很尖，反而预示着晚年的运气比较孤独凄凉，难以嫁到好的归宿去。因此下巴肥厚也是凤凰命的女性的长相特征之一。4. 眼大清澈。从一个人的眼睛可以看出这个人的心性，若是一个女人的眼睛大而清澈，说明这样的女人她们善良温柔，平时心思细腻。这种女人对待生活有一颗公正的心，在公司中不会徇私情，对待每件事情都是公平公正。她们一般都是在自己的工作上脚踏实地，会做好自己的分内的事。这种人有着很强的交际能力，处事有一套自己的方法，一般能够获得领导的赏识。这种女人不仅和相识的人关系好，而且还能够拉近和陌生人的关系，是职场上的佼佼者。5. 鼻头浑圆。面相当中，从额头到下巴是一个人早年到晚年的运势，鼻子在中间则涉及到中年的事业运。对女性而言，有个特殊的意义是夫运。粗略来说，女性的鼻子长得好，代表将来嫁的老公好。一个女性是否能嫁给有前途的好老公，取决于她的鼻梁是否高挺，而且鼻头要有肉包裹。鼻梁表示这个女人嫁人以后是否能够旺夫，而鼻头决定了家庭能聚集多少财富。有着良好鼻型，不仅符合传统的审美观，
且自己在事业方面巾帼不让须眉，也能嫁给条件不错、有能力的老公。6. 鼻颧相配，看面相不能把鼻子和颧骨分开。鼻子相当于主人，颧骨相当于仆人，好的面相是主仆相得益彰的。鼻子长得好，代表女性做事有魄力和主见，而颧骨是守财和防御，能够处理好一家老少的关系，孝敬公婆，支持丈夫。所以面相当中认为女人的颧骨不适合太窄或高耸，这样反而是防备心过强，无法做好丈夫的贤内助。而鼻相和颧骨相都好的女人，关键是要互相协调配合，才有嫁入豪门的运势。7. 眉清目秀，女人长得眉清目秀，看起来非常的有灵气，则这样的女人多半面相长的都会非常的清秀，福气比较深厚，无论是在事业还是婚姻中都能够遇到自己心满意足的结果，一生的发展比较顺遂，做什么事情都非常的如意，命中必定会有贵人相助，一定能够过上大富大贵的生活。所以这样的女人往后的日子一定不会过得太差。8. 耳珠圆圆，女人的耳珠长得好坏与女人的福气的象征。女人的耳珠长得圆圆有耳珠，则这样的女人天生的福气比较旺盛，命中也会有贵人相助，天生就能够旺夫兴家，得到非常不错的发展。而且女人的耳珠长得圆厚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自己的耳珠也会拉长，则这样的女人运势非常的富贵安康，儿孙也会孝顺懂事，身体健康长寿。9. 唇红牙白，女人的牙齿是非常重要的，牙齿是肾脏的幼苗，也就是说牙齿与肾气有关。牙齿坚固的女性肾气充足，生育能力强，后代智力高。牙齿坚硬的女性寿命长，可以帮助丈夫做事，做出优秀的贤惠内助。嘴唇学习为出纳宫，代表了女性的享受和祝福。女人的嘴唇又红又厚又平衡，这是富有和昂贵的前提。10. 耳垂厚大，耳垂厚的人一生都有好运。耳垂大而柔软的女人对人很慷慨，尤其是对丈夫和孩子，她们会有一颗温暖体贴的心，有福音，有人缘。这样的女人很幸运，家人可以得到她的福音。性格脾气也很好，性格中庸，既不情绪化，也不喜欢大起大落的生活情绪，而且很善解人意，使得家庭内聚力强，感情基础坚实。11. 脖后有痣，一个女人如果脖子后面正中央有痣的话，则是旺夫的象征。脖后有痣代表着有靠山，而且工作生意方面都能得到贵人的相助。这种人在生活当中也是不容易，这种女人在生活上能嫁个一个很有潜力的人，老公在事业上面可以说是如鱼得水。有这种字的女人特别的有领导能力，会把公司打理得很好。虽然已经这么好用了，但是你还是不能放弃，要接着努力，让贵人来提升你的运势。12. 鹰钩鼻且鼻孔小，虽然鹰钩鼻的女人给人的感觉是很强势的，甚至在很多场合下有点喧宾夺主，但是大部分鹰钩鼻的女人在事业上是很出色的，而鼻孔小的女人更是能够守得住财运。所以这种面相的女人在事业上绝对是一把好手，基本上是嫁给豪门之后或者是官运不错的男人。13. 有美人尖，在古人眼中，一个人若是拥有美人尖，再配上端正的五官，则必定归为美人一类。相学中认为，有美人尖的女人大多好强好胜，为人积极，有好奇的个性，对人生执着。女人多易飞上枝头成凤凰，远嫁的几率比较高。14. 鼻梁挺直，鼻子在面相中被称为财帛宫，代表了一个人的财运和官运。如果一个人鼻梁挺直，那么说明这个人的财运和官运都很不错，
从政能高升，从商能赚大钱。这样的人是天生的凤凰命，不顾是男是女，只要抓住自己身边的机会，锻炼好自己的眼界和胆子，早晚会有发达的一天。他们能够在事业上取得不错的成绩，还会拥有一个人幸福美满的家庭。15. 日月角突出。日月角位于眉毛正中间的上方部位，左为日角为父，右为月角为母，代表了一个人的运势和父母状况。如果一个人的日月角突出，那么说明这个人是天生凤凰命，而且双亲康宁，家庭和睦。这样的人家境比较殷实，个人的才华也非常出众，做事情决策能力很强，能够凭借着自己的自信与干练在事业上取得成功。不管是男是女，他们都会和自己的另一半恩爱如初，家庭事业双丰收。好的命运不是人人都有的，好命的女人自然是可以过上幸福安稳的生活。如果女人的命运很好，也会被称凤凰之命。凤凰之命的女人面相就为大家分析到这里了，希望能够让大家有更多的了解。好了，今天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，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生活小酱汁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酱汁。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9天凤凰命格特征，富贵你的面相。大家平日在看古装电视剧，有时候往往能够接触到9天凤凰命格这一说法，很多人可能会对此存有疑惑，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意思。其实呢，即便是在当今时代，这种命格也是存在的，只不过很少有人能拥有如此大富大贵之命。下面就来具体了解一下什么是9天凤凰命格，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算算命，说不定好运就降临到自己的头上。1. 什么是9天凤凰命的命格？9天凤凰命则代表着一个女人具有大富大贵的公主命或者贵妃命运。在古代中国，拥有9天凤凰命的女人能够嫁入帝王之家，成为帝姬宠妃，即拥有贵妃之命，或者能够嫁入相府王府，并且被追封为诰命夫人。而在现代时期，拥有9天凤凰命的女人也是命数不凡，能够降生在富豪之家，成为备受宠爱的小公主，又或者能够有幸从穷苦人家嫁入豪门，一朝飞上枝头变凤凰。2. 拥有9天凤凰命格的人有哪些特点呢？1. 天天饱满且下巴尖并带肉感的。拥有9天凤凰命的女人并不是生来就比较艳丽的，她们虽没有过于倾城的容颜，但往往面相都是十分有福的。而具有饱满天庭和有肉尖下巴的女人大多都是比较精明的，她们的智商和情商都非常高，善于计谋与才略，能够在社会中生存与立足，并且还混得如鱼得水，并且她们自身的贵人缘不错，有机会结交巨豪或者上层人士，然后飞升成为凤凰。2. 眼睛大而漂亮且嘴巴小巧的。这种面相的女人拥有旺盛的贵人运，出门在外都能依靠朋友，她们的社交圈子也非常广，关系众多，且在生活当中与人友善，人见人爱。3. 大耳朵且耳珠后是有肉的。耳珠后是有肉，那是福气的象征。此类人的意志力大多都十分坚毅，并且心胸宽广，海纳百川，做事负责且细致，能多结善缘，财运旺盛，有着比较不错的富贵之命。4. 有隆鼻且玲珑精致小脸蛋的。众所周知，在面相学中，富贵问鼻，一个人能否富裕起来，与他的鼻子是有很大关联的，并且鼻子能够高挺有肉的话，则证明此人的财运与官运都非常好。若是女人的话，不仅能够使自己气运旺盛，同时还能够催旺其夫君的气运。另外，脸蛋精致而玲珑的女性也是比较有福气的，她们从面相上来看，就让人觉得十分可爱，令人不禁心生怜意，是注定备受宠爱的公主之命。5. 双手小巧且横线特别长的。双手小巧是女人有福的象征，在手相学中，横线则代表着一个人的横财线，也可称之为幸运线。因此，女人若是横线越长的话，则表示她们能够发横财，或者是十分幸运，这也是9天凤凰命的一种特征。6. 五官端正均匀。
五官端庄均匀的女人，她们凡事都比较讲究顺从规律，因此她们的运势一般也是能够顺顺利利的，是命运好的象征。7. 双眼有神且充满灵气的。眼神能够影响一个人的气运，若是人的双眼炯炯有神的话，自己的运势也会比较旺盛。反之，若是双眼散漫无光的话，则气运也会比较低迷隐晦。而拥有9天凤凰命的女人，大多数都是双目有神且富有灵气的。8. 出生在申时且八字偏财运旺的。出生在申时且八字偏财运旺的女人，大多都是比较幸运的。她们大多能够躺赢人生，不仅自己的运势不错，就连周围与她们相处的人也会受到她们的影响而运势大涨，真可谓是一人得势，众人飞升啊。3. 哪些生肖最容易出现9天凤凰命格的人？在12生肖中，凡是生肖属鼠的、生肖龙的或是生肖狗的女人，都比较容易出现9天凤凰命。4. 凤凰命女性一生运势如何？1. 事业运。对于女性朋友来说，如果拥有9天凤凰命格，那就代表她们在事业上即便不付出很多努力，也照样能够平步青云，走到众人难以企及的境界。凤凰命女性在工作过程中能够遇到很多好的机遇，而且往往最后都能精准把握，并且取得优异成绩，而他们的贵人缘也相当旺盛，至始至终都有人为其保驾护航，尤其是遇到困难之时，无论大小，总是有人暗中相助，帮助其很快走出困境。2. 财运运势。凤凰命女性在财运上也有着不俗的表现，正财收入不仅十分稳定，而且随着年岁的增长，收入也在不断攀升，偏财运势更为旺盛，总是能够在不经意间收获一些意外之财，而且她们中的一部分女性不排除能够一夜暴富，非常令人羡慕。不过即便金钱运势旺盛，也要勤俭持家，学会理财和省钱，不能挥霍过度，否则即使自己拥有金山银山，那肯定也会有挥霍成空的一天。3. 感情运势。对于凤凰命的女性来说，她们的感情运势是相当让人鲜艳的，在古代那绝对是皇后的命格，能够成为一国之母，在现代必然能够嫁入豪门，甚至是嫁给国家重要人物。而凤凰命女性，她们本身自律性很强，对自己要求严格，不会具有小女子的气息，反倒是具有广阔的胸襟，能够站在更高的角度对待个人感情，绝对不会意气用事。正因为这种精神，才能够让他们在豪门之中站稳脚跟，具有主母的威严和气概。4. 健康运势。对于凤凰命女性来说，健康运势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些，因为她们心思细腻，考虑事情特别周到，不是稀里糊涂之人，因此精神上可能要承担较大的压力，时间长了自然也会损害到身体健康。建议要学会放松情绪，不要每日紧绷神经，还要懂得排解负面情绪。在身体方面，一般由于他们物质条件都十分充裕，因此可以服用一些对身体有益的保健品，还可以定期去体检，对身体有更为全面的了解。空余时间还可以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15种凤凰命的女人一生荣华富贵。古话说，知人知面方可识人识己。所谓凤凰命，就是指天生含着金汤匙，放在古代那就是像公主一样尊贵。这类命格的女人多是在备受关怀宠爱的环境下成长的，从小到大遇到难题总能遇上贵人相助，逢凶化吉，这样的绝世好命注定会大富大贵。什么样的女人是凤凰命的？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。1. 耳珠圆圆。女人的耳珠长得好坏与女人的福气的象征。女人的耳珠长得圆圆有耳珠，则这样的女人天生的福气比较旺盛，命中也会有贵人相助，天生就能够旺夫兴家，得到非常不错的发展。而且女人的耳珠长得圆厚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自己的耳珠也会拉长，则这样的女人运势非常的富贵安康，儿孙也会孝顺懂事，身体健康长寿。2. 双眼黑白明亮。在相学中，若是一个人的眼睛长得明亮有神，
整个黑白分明，则一般的情况下，这样的女人非常的有主见，个人的能力出众，聪慧伶俐，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样的事情，所以一般这样的女人性格也会非常的潇洒，比一般人会过得更好，而且她们也一定会保证会过上有钱人的生活，所以这样的女人不会缺钱，婚后注定也会旺夫兴家，谁娶谁有福。3. 鼻头浑圆，面相当中，从额头到下巴是一个人早年到晚年的运势，鼻子在中间则涉及到中年的事业运，对女性而言有个特殊的意义，是夫运。粗略来说，女性的鼻子长得好，代表将来嫁的老公好。一个女性是否能嫁给有前途的好老公，取决于她的鼻梁是否高挺，而且鼻头要有肉包裹。鼻梁表示这个女人嫁人以后是否能够旺夫，而鼻头决定了家庭能聚集多少财富。有着良好鼻型，不仅符合传统的审美观，且自己在事业方面巾帼不让须眉，也能嫁给条件不错有能力的老公。4. 额头高广，面相学认为，额头表示一个人早年的事业运势和财运。达官贵人的额头往往开阔并且明亮，形状也好，这些表现了祖上丰厚的恩泽，自身先天智力极佳，并且是年轻有为的面相。如果一个女性额头开阔，就算出身不是高门大户，也是衣食无忧，在学生时代聪明学习好，有相当的艺术天赋，而且可以嫁给富贵的老公，而且在结婚之后事业和财运都跟着发达起来。这种女性不仅丈夫有权力地位，自己在事业上也能闯出一番天地，所以说拥有好的额头为凤凰命的面相之一。5. 眼睛细长，面相学中认为运势比较好的女性天生有一双迷人的眼睛，她们的眼睛大而有神，黑白分明，清澈透亮，并且眼睛非常的细长，给人一种很亲切的感觉，周围的人也喜欢与她们相处。这种女性大都出身在富贵的家庭，能受到良好的教育，在家里受尽疼爱呵护。若是这种女性的家境比较一般，日后必定会得到贵人的帮助，凭借自己的努力创造良好的生活条件，一生富贵无忧，万事顺遂。6. 下巴肥厚，拥有凤凰之命的女性，无论她的身材多么瘦了，下巴都需要圆润柔和，敦厚饱满，这样的面相乃是福相，代表这位女性性情沉稳，衣食无忧。如果男人娶到这种太太，她们是最好的贤内助，可以帮助丈夫积累财富，打理好家庭，而且还能孝敬好公公婆婆。而且女人的下巴饱满，晚年生活子孙绕膝，可以过得和和气气。很多女性为了追求美，用整容的方式把下巴做得很尖，反而预示着晚年的运气比较孤独凄凉，难以嫁到好的归宿去。因此下巴肥厚是凤凰命的女性的长相特征之一。7. 颧骨配合鼻相有力，看面相不能把鼻子和颧骨分开，鼻子相当于主人，颧骨相当于仆人。好的面相是主仆相得益彰的，鼻子长得好，代表女性做事有魄力和主见，而颧骨是守财和防御，能够处理好一家老少的关系，孝敬公婆，支持丈夫。所以面相当中认为女人的颧骨不适合太窄或者是高耸，这样反而是防备心过强，无法做好丈夫的贤内助。而鼻相和颧骨相都好的女人，关键是要互相协调配合，才有嫁入豪门的运势。8. 头发柔顺，相学中认为从一个人的头发的疏密、软硬和质地能够看出其人的品质、性格和运势。若是一个人头发过于粗硬，则说明其人性格倔强固执，脾气也很暴躁，喜欢以自我为中心，所以人生路途上走的弯路就比较多，命途多舛。而头发柔顺光滑的人比较容易让人亲近，有自己的主见，但也能虚心听取别人的想法，头脑聪颖，能够借助自身的努力和贵人的助力获得成功。9. 山根秀美，人的鼻子是面相之王，被称为财帛宫，是一个人财富事业运势的体现之处，而山根是鼻梁的起点，也是人运势好坏的起点。若是山根生得秀美饱满且略微隆起，没有疤痕恶痣，则说明其人在中年时运势大增，在事业上会有很大的突破，节节高升，并且在此期间财运亨通，顺风顺水。
10. 双耳贴脑。所谓的双耳贴脑指的是2个耳朵紧紧地贴在脑袋上，如果从正面看的话，就像是没有了耳朵一样。这样特征的人可能不是财运最好的，但是他们很会理财，也会因为自己眼光独到，在投资方面很有天赋。只要是自己看准的项目，就会抓住时机，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做投资，获得丰厚的收益。11. 大耳朵小手。耳朵关系着一个人的寿命长短，耳朵比较大，耳垂比较长，那是天生的长寿有福之人。那拥有大耳朵小手的这种体相特征的女人，从性格上来说，不会无缘无故对别人发火，即便是有很不爽的事情，也能够强力克制自己。长这样的女人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手脚通天，所以与他们交往的人一般也是比较强势的人，相互之间帮一把也是很轻松的事情，因此也就是贵人命。12. 大额头尖下巴。拥有大额头尖下巴这种面相的人，可能在外在条件上不是那么好看，但是从面相上来说非常好的。这种女人的情商和智商都是非常高的，在社会上面闯荡可以说是如鱼得水，是一种非常强势的女人。不过也有遇到危难的时刻，而在这种时刻很容易出现贵人帮助，是女人有凤凰命和贵人命比较少见的。13. 嘴唇红润。嘴巴是出纳宫，嘴唇红润有色泽的话，说明这种面相是典型的发财面相，而且一生都是有财气的，在任何岗位上都是不可缺的人才。如果是从商或者是做生意的话，都能够成为一个广受赞誉的人，所以这种人能够至少要经商，容易发财，所以事业也是很忠心的，能够对伙伴忠诚，所以能够干成一番大事业，发大财也是必然的。14. 眉毛中有痣。在相学中，若是一个人的眉毛中有极痣，被称之为暗财痣。一般拥有这样面相的女人，天生富贵，命好，福气大。就算是早年的运势不是特别的强，但是命中会有贵人相助，在合适的机会就会拉他们一把，帮助事业更上一层楼，或者是能够通过婚姻脱贫致富，后福无穷大，福气比较强。15. 颧骨长痣。在相学中，若是一个人的颧骨的位置长有极痣，被称之为权势痣。一般长有这样极痣的人，在事业上的发展非常的顺利，有野心，管理才能比较强，非常的有上进心，也肯努力，在事业上成功的几率比较高，天生就拥有极高的领导才能，个人的社会地位不低，能够居高位，得到人们的尊重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